今天这卖身契，他花也得花，不花也得花。王老爷，您别看这小丫头刚生了场病，骨架子可是长开了。给您做个冲喜的第18房小妾，只要20两银子，绝对不亏。以后您就是我亲家老爷了。叶永强，你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那是你亲侄女啊！今天谁敢碰我闺女一根头发，老娘就用这把杀猪刀跟他拼命！我当家的只是进山打猎去了，还没死呢。等他回来，要是看到堂堂被你们这群畜生卖了，他能拿命跟你们同归于尽！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二牛是我生的种，我是他老子。卖个赔钱货，花20两银子，好给你大侄儿去镇上教石头烤秀才，这是这丫头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们几个，给我把这疯婆子的杀猪大刀抢下来，按住她的手画押。求求你们，不要破我的头，求求你们！本尊堂堂万寿魔尊，为了强行驯化那条9天神龙，竟被9天玄雷劈得神魂俱灭。没想到老天爷竟然让本尊在这下界凡人界重生了。只是这具身体，当真是弱得连只蚂蚁都不如。本尊的极品魔器，居然兑换成了一把破锄头！哎呦，小贱蹄子，你给你老爷我的手，还不快给老爷我撒开！你这只脏手，也配碰本尊的衣角？刚才是谁说要拿本尊拿我换20两银子的？你别过来！你是不是中邪了？我是你大伯。大伯，站出来，让我给你算算，你的狗命到底值几文钱？孽障！孽障啊！你敢对长辈不敬，你这是要遭报应的！报应！带着这个油腻的雀子，立刻滚出我的院子！10息之内，谁还留在这里，那就不用回去了。堂堂，我的心肝肉啊！你吓死娘了！娘还以为你真的活不过来了。只要你活着，娘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人把你抢走。我没事了，娘。堂堂，你刚醒，身子虚，千万别乱动。娘这就去后山，哪怕是刨树皮、挖草根，也绝不让我闺女饿肚子。娘，你身上有伤，先回屋歇着，找吃的事交给我。那怎么行？你才12岁，又刚大病初愈，外头路滑。我说了，我去。老伙计，你现在这副尊容，要是被修仙界那群老怪看到，本尊的脸往哪儿放？万寿印，寻源，有点意思。这地下竟然藏着活物，而且灵气波动还很熟悉，正好挖出来炖了补身子。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愚蠢凡人，竟敢惊扰本王沉睡？本王乃9天之上叱咤风云的紫金神龙，今日你惊了本王的美梦，本王要用9幽之火将你……本王的龙角呢？本王的五爪金鳞呢？本王那威震天下的龙须呢？这粉嘟嘟、滑腻腻的身体是个什么鬼东西？我说刚才那一锄头下去，怎么感觉手感那么熟悉？原来是你这头蠢龙啊，敖天。你这个声音，你是那个逼着本王签主仆契约，还硬拉着本王去顶9重天雷的万寿老魔！冒昧本王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本王可是高贵的9天神龙，就算死也绝不向你这女魔头屈服。高贵的神龙，你现在去水沟里照照镜子。你现在的品种学名叫地龙，俗称蚯蚓，除了能给钓鱼佬当鱼饵，你现在连个屁都不是。天道不公啊！本王替你挡天雷，不求转生成95之尊，好歹让我做个有手有脚的活物啊！变蚯蚓算怎么回事？闭嘴！本尊既然把你挖出来了，就没打算放你走。前世的契约已经被天雷劈碎了，现在重新认主。休想！本王前世是受了你的蒙骗，今生就算是当一条在泥巴里打滚的蚯蚓，
就算是被凡人拿去钓鱼，本王也绝不会再做你的灵宠。本王要自由。哦，不想认主啊？那行。我听说蚯蚓这种生物生命力极其顽强，把它切成2段，它就能长成2条；切成10段就能长成10条。我正好肚子饿了，不如把你切成100段，一半拿去烧品，一半拿去煮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等，主人有话好说。刚才风大，我脑子里进了点泥巴，能再次成为万寿魔尊大人的灵宠，那是我熬天8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快打灵魂印记，晚一步都是对我忠诚的侮辱。既然契约已成，从今天起，你前世的名字作废，在这里你要入乡随俗。我看你这体格圆滚滚的，以后就叫你大牛吧。大牛，主人，本王好歹也是神龙转世，这名字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而且牛是有腿的，我这大牛，主人，本王好歹也是神龙转世，这名字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而且牛是有腿的，我这废什么话？身为地狼，苏土可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去，开黑之前把这10亩地的土给我全都翻一遍。要是敢偷懒留一块硬疙瘩，今晚的加餐就是红烧爆炒大牛段。别让一条曾经在九天之上呼风唤雨的神龙去给你翻地松土，还要翻10亩，你还是人吗？哼，废话，你不翻地，难道指望我这个12岁手无缚足之力的柔弱小女孩来翻吗？赶紧干活，翻完了，本尊赏你吃带灵气的灵土。造孽啊！不错。这效率可比前世那些外门弟子强多了。谁在那边装神弄鬼？滚出来！我当是什么绝世凶手，原来是只得了退毛病的瘟鸡罢了。虽然卖相恶心了点儿，但剥了皮炖锅鸡汤，好歹也能给这具破身体补补元气。叶永强，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你还敢带人来？这是我们2房最后半袋米，你们要是抢走了，真的是不给我们活路啊！找死！逼你们！王翠花，你少在这儿给我哭丧！你那中了邪的死丫头打了王老爷，人家王家现在放出话来了，这门亲事不仅作败，还要咱们老叶家赔偿10两银子的汤药费。祸是你们2房惹的，这半袋口粮全当是利息，剩下的等二牛打猎回来拿猎物去抵。去，把他手里那袋米抢过来。胡说八道！这是给堂堂熬成救命的粮！你们大房顿顿吃白面馍馍，却连我们这半袋插了沙子的糙米都要抢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滚开！晦气的泼妇！哎呦我的娘嘞！没事。你这死丫头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回我可是带了镇上的好汉来的，你少给我装神弄鬼！大伯，看来刚才在猪圈里那把杀猪刀还是离你的命根子太远，记吃不记打的东西，是谁给你的狗胆？敢动我的人，抢我的粮！老爷，别跟这疯丫头废话，咱们拿了粮食赶紧走，她要是敢拦，连她一块收拾。不知死活！哎呦我的娘嘞！鬼呀！快跑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当我家是开善堂的吗？连我家女嬷嬷的东西都敢抢，本王正好松土松的一肚子火没处发。你别过来，我是你大伯。大伯，回去转告爷爷，这半袋糙美是我们的，谁也拿不走。至于那个老头的汤药费，你们大房要是再敢往我们头上扣，我不介意半夜去你们老宅，挨个收拾你们，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糖糖，娘，我之前不是烧糊涂了吗？迷迷糊糊中，好像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神仙，他在梦里传授了我一套防身的功夫。刚才我一着急就使出来了，没想到还挺好用。老神仙托梦，我就知道我家糖糖是个有大福气的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！老天爷开眼，老天爷开眼呐！这是地狱火凤的涅槃气息，这破凡间怎么会有一只涅槃失败的上古神鸟？那微弱的赤红色幽火，那是上古神鸟地狱火凤的本源之火。没想到这灵气枯竭的下界，竟然还掉落了一只涅槃失败的神鸟。
放肆的凡人，竟敢捏本座的命运之后风！等本座喷出地狱幽火，定要将你这无礼之徒烧成灰烬！行了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就你现在这点火星子，连灶旁里的柴火都点不着。既然落到了我手里，以后就给我好好打工。认主吧！不要啊！本座堂堂神鸟，怎么能认一个凡人丫头为主？本座不活啦！不活啦，正好。娘，水烧开了吗？这只危鸡我拔个毛，咱们今晚加个小鸡炖蘑菇。主人，万寿之主，能追随您是小凤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小凤虽然现在毛掉光了，但只要能吸收到灵气，迟早能为您展翅高飞。算你识相，以后你就叫狗蛋，贱名好养活。糖糖慢点喝，锅里还有。都怪娘没本事，让你跟着受苦。娘，文物要分家。分家？可是你爷爷还在，按照村里的规矩，老头子既然提分家，村里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咱们淹死，而且你爷爷绝对会把咱们净身出户的。娘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如果是老天爷逼着他们分家呢？鸡，主人放心，拆家这种事，本王最在行，保证让他们体会到什么是天崩地裂。我的牙，这死丫头简直是被恶鬼附了身了。那死丫头确实邪门，等明天天一亮，我去隔壁区村请个底跳大神的婆子来，我就不信治不了她，必须拿来给你镇上读书，正缺银子呢。怎么回事？地动了！爹，救命啊！房子要塌了！爷爷，大伯，你们没事吧？刚才我正睡着呢，又梦见那个白胡子老神仙了。老神仙在梦里发了很大的脾气，他说大伯为了区区20两银子，要卖亲侄女给瘸子做妾，这是有违天良。老神仙已经降下了天罚，这房子塌了就是警告。老神仙还说，如果我们二房就继续留在这个家里，不仅老宅会全部塌塌，还会给全村招来大祸。王老哥，这是实在是太邪门了，这老天爷降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分家，必须分家！这死丫头就是个扫把星，把他们二房赶出去，立刻赶出去！好，分家就分家。村长，你做个见证，从今天起，老二一家跟我们老宅再无关系，家里的银子和良田都是大郎将来考光明要用的，一分也不能给他们。后山那座最偏僻的黄山，还有山脚下那3间漏雨的破茅草屋，分给你们二房，其他的你们休想带走一根柴火。王老哥，那后山全都是石头，连根草都长不活，你把那座黄山分给他们，不是逼着二牛一家去要饭吗？哼，是他们自己招惹了神明要分家的，能给他们一块落脚地儿，就算咱们老叶家仁至义尽了。爱要不要，不要就滚出村子。那座黄山表面全是碎石，却隐藏着一条虽然微弱的野生灵脉。娘，既然爷爷和大伯容不下我们，那荒山就荒山吧，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在一起就好。好，我们签分家文书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二房就算是饿死在那荒山上，也绝不来求你们一口饭喝。这新手村最大的绊脚石，终于给踢开。翠花，糖糖，你们怎么了？谁打的你们？是不是大王那毛身子们出事就去跟他们拼命？当家的，薛家，老头子把我们分出来了。分了就好，分了清静。哎，你们放心，爹虽然没本事，但只要爹有一把力气，每天进山打猎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娘儿俩饿肚子。这与周围草木浑然一体的亲和力，这田野老爸竟然是修仙界万中无一的极品木灵根。种田、基建，有神龙翻地，有木灵根催熟。这荒山，本尊要把它改成天下第一神仙农场。到了，前面就是老头子分给咱们的茅草屋了。爹没本事，让你们跟着受苦了。这屋子漏雨，今晚咱们先对付一宿，明天一早我就去砍竹子把屋顶修好。当家的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，就算住这破茅屋，也比在那个处处受气的吃人老宅强100倍。我不怕苦，在凡人眼里是鸟不拉屎的荒山。看这座山底下流淌着温弱但精纯的天灵脉，只要稍加改造，就是重回巅峰的顶级道场。大家都淋湿了，糖糖刚退烧，不能再受凉了。我这就生火给你们烤衣服。爹，别费劲了，用它吧。这死鸡还能当柴火烧？你才是死鸡，你全家都是死鸡！本座乃是焚天灭地、浴火重生的地狱火凤，你们这群没见识的凡人！别装死了，去把灶旁里的柴火给我点着，要是点不着，明早你切块炖了。主人，您就瞧好吧，本座只需一缕地狱幽火的火星子，别说是湿木头，就算是万年玄冰，也能给它瞬间气化。呸！
老天爷啊，这秃毛鸡竟然会吐火！颤抖吧，凡人，这就是神鸟的力量。爹娘，你们忘了吗？我梦里的老神仙说了，咱们家分出来后会有福报的。这只鸡是我在路上捡的，肯定是老神仙派来给咱们生火做饭的神鸟。原来是神鸟，老天爷保佑，老神仙保佑，难怪长得这么与众不同，身上的毛都是暗红色的，一看就不是凡间那个凡物啊！太好了，有了这只会吐火的鸡，以后咱们家连买伙食的钱都省了。糖糖，你可得好好养着它，别让它跑了。爹娘放心，它要是敢跑，我就把它的腿打折。大牛，滚出来见我！叽！伟大的主人，您忠诚的老牛来报道了。刚才拆老宅地基的任务，老牛完成的可还算出色。好大一条恶心的软体虫子，这什么低级妖兽？看得本座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。叽！哪来的得了皮肤病的温鸡，竟敢用这种眼神看本王？信不信本王用死亡缠绕把你勒成肉泥？这股欠揍的紫金龙气，你是9天之上的紫金神龙敖天，你怎么变成一条蚯蚓了？笑死这股本座了！骚包的地狱幽火味，你是那只自恋的地狱火凤，你那引以为傲的五彩神羽呢？怎么变成一只没毛的秃头鸡了？堂堂火凤，如今连根鸡毛都没有，以后你就叫无毛鸡好了。你这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闭嘴！本座好歹还有手有脚，你现在连雌雄都分不清了，你个阴阳虫！笑够了没有？笑够了就给我听清楚这里的规矩。从今天起，这里没有什么9天神龙，也没有什么地狱火凤，你们2个就是这片荒山第一批光荣的开拓者。大牛，你的任务是负责给这整座荒山松土、挖掘灌溉沟渠，外加制造极品肥料。5天之内，我要看到这山前山后的废土全部变成能种灵草的湿地。主人，整座山啊，那是老牛我的命啊！狗蛋，你的任务是负责开荒除草，利用你的幽火给土里的灵种提供保温服务，顺便充当家里的打火机和夜间照明灯。以后凡是有害虫敢靠近我的菜地，你就负责把它们全烤了当宵夜。像本座堂堂神鸟，竟为奴家除草机和打火石，天理何在啊？怎么有意见？有意见可以保留，谁要是敢偷懒，今晚的加餐就是泥鳅钻豆腐和叫花鸡，听明白了吗？叽，明白，老牛这就去翻地，热爱劳动。哥，明白，小凤这就去把杂草全烧了，劳动最光荣。糖糖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白天热。爹刚才翻了翻包袱，就找到几颗发了霉的白菜种子。明天爹把它们种在屋后，看看能不能长出点菜叶子，给你们熬汤喝。爹，我梦里的老神仙教过我一个法术，您把手盖在这种子上，心里想着让它们发芽，说不定它们就能活过来呢。成，爹听你的，发芽，长出大白菜，给我家糖糖补身子。老天爷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真是老神仙显灵了，我的手成了神仙手了。拥有神兽牌全自动农机，外加一个人形极品植物催熟外挂，这个修仙界的农业帝国，本尊拿下了。不是，发芽了，全发芽了，而且长得比老拇指还粗啊！我的老天爷啊！翠花，你快来看啊！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这真是昨天那几颗发霉的死种。当家的，你这手难不成真是被老神仙开过光了？爹娘，我就说梦里那个白胡子老神仙没骗人吧？老神仙说了，这荒山是一块风水宝地，爹的手就是神仙手，种啥活啥。走，去地里，老神仙赏的福气，咱们可不能浪费了。山神显灵，真的是山神老爷来帮咱们家松土了，谢谢山盟老爷，谢谢老神仙。糖糖，爹种下去了，要是真能长出菜来，咱们家冬天就不会挨饿了。单靠老爹刚觉醒的木灵根，这几株白菜顶多比普通白菜水灵，根本达不到灵菜标准。爹娘，你们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周围找点野草，给老神仙的菜苗编个草垫子当分风。狗蛋，别装死了，滚过来生火。
主人，本座可是地狱火凤啊！您拿本座当犁地的牛使就算了，现在还要本座给这破铁烧火熬野草，这要是传回修仙界，本座面子往哪搁啊？哦，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我不介意把你这身没长毛肉烤了吃。哥，烧火好，烧火妙，本座最喜欢控制火候了。主人，您这不是在炼药，您这是在炼制灭毒药啊！本座快被熏死了！少废话，这是极品草木灵液，虽然味道冲了点，但里面蕴含了10几种野草的浓缩生机，火候再加大一点，快成丹成液了。大功告成，虽然闻着臭，但效果绝对生猛。娘哟嘞，这什么味儿？谁家粪炸了？这也太臭了，比老宅养了3年酿的猪壮还要臭10倍。娘，快看，这是我在后山遇到那个老神仙赐给咱们家的仙水。你确定这是神仙给的仙水，不是神仙拉的？娘，神仙的东西能用常理来衡量吗？良药苦口，仙水自然也是臭的。爹，你再用手摸摸看。长，快长！妖怪，白菜成灵了，萝卜变成大胖弦儿了。汤汤，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？这白菜这么大，一锅也炖不下啊！成了，木灵根外挂加草木灵液，这降维打击般的种田方式简直无敌。爹娘，这是老神仙赐给咱们的仙菜呀，吃了能延年益寿，拿到镇储罗板就能让咱们家盖起村里最大的青砖大瓦房。大瓦房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哪是萝卜，这分明是金疙瘩啊！发财了，咱们2房真的要转运了。糖糖，爹这就去借个板车，咱们明天一早就把这些萝卜拉到镇上去卖。极品亲戚想饿死我，抱歉，本尊现在种的1根萝卜须都够买下你们老宅所有人的命了。发家致富的第1桶金就从这颗大萝卜开始。翠花，你们说咱们这仙菜，镇上的老爷们能看上眼吗？能卖个1两银子不？要是有了1两银子，咱们就能扯几身过冬的棉布了。1两，当家你也太喜欢老神仙的恩赐了。我看这胖娃娃一样的水灵劲儿，咱们还能割2斤五花肉，给糖糖和小伙好好补蕊水。1两银子，这可是用万寿魔尊的极品灵液加上极品木灵根催熟的半灵草。虽然本体是萝卜，但这其中蕴含的生机，凡人吃了百病全消，延年益寿，卖1两银子，那是对本尊炼丹术的侮辱。掌柜的，您这儿收药材吗？我这刚从深山里挖出来一个大宝贝，您长长眼。去，哪里来的泥腿子？当咱们回春堂是收破烂的吗？还大宝贝？就你们这穷酸样，能挖出什么好东西？别是拿几根不值钱的树根来糊弄大爷我！别挡在门口影响我做生意，滚一边去！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狗眼看人低，我们这可是……既然人家不识货，咱们就在这街对面摆个摊，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爹娘，退后！我的老天爷，好香的味道！这味道闻一口，我怎么感觉昨天闪了的腰都不疼了？你们快看，那板车上装的是什么神仙物件？让开！都给老夫让开！这股生机，这股浑然天成的异香，老夫找了10年，终于找到了。这绝对是传说中生于极寒之地，吸取天地日月的极品千年雪域肉灵芝。什么？千年雪域肉灵芝？这位老弟，这尊千年雪域肉灵芝，你要多少银子才肯割爱？100两？不，老夫出300两，求老弟成全老夫这把想活命的老骨头吧。老先生既然识货，就该知道这等天才地宝的难得。这灵物可遇不可求，不仅能治好你的眼疾，还能洗精伐魔。300两，您觉得您的命就值这点钱？这位小姑娘教训的是老夫唐突了。这等仙物，凡间金银怎能衡量其价值？老夫随身只带了500两现银，全都在这里了。外加这块代表金家最高克琛的紫金令牌，以后小姑娘但凡有任何药材需要，凭此令牌，金家药铺一律免费敞开供应，求小姑娘成全。成交。爹，帮老先生把肉桐丛搬上马车。500两！翠花，糖糖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你快掐我一把！这不是梦，咱们家真的发财了！老天爷开眼啊，那可是500两啊！爹娘，
这只是开始的庇佑。有了老神仙，咱们家的日子只会比现在好1000倍、10000倍。娘，有今天咱们不抠搜，去集市上把能买的好东西全买。老板，你摊子上这半扇猪肉我全包了，不用切，我当家的力气大，扛得动。精细的白面来100斤，上好的大米来100斤。咱们家以后狗都不用吃糙米，豆油来2桶，各种香料调料全给老娘包上。掌柜的，给我3匹最软和的细棉布，再拿2床10斤重的新棉被。天杀的二房，就等着喝西北风饿死吧！这是什么味道？肉香是炖大肉的香味儿，怎么还有八角和桂皮的味儿？谁家这么不过日子，炖这么多肉？这香味儿是从哪儿飘来的？难道是村长家今天办喜事儿？爹，不是村长家，这味儿是从老二家的破茅草屋的方向飘下来的。那是炖了整整半株的肉香啊！老二家不是被净身出户了吗？他们哪里来的钱买肉啊？爹，咱们分家分亏了呀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等本尊的灵田大成了，我要让你们这群极品看着我们全家飞升，连口仙气都吸不着。这股灵气对于凡人来说只能强身健体，但对于深山老林里那些嗅觉极其敏锐的野兽来说，简直就是致命的毒药。急！嘿，哪里来的野猪精，竟敢偷吃我家主人的鲜菜？看本王的神龙摆尾！哥，瞎了你们的猪眼！连本座看守的场子也敢踩，今晚全给你们烤成烤乳猪！巨好困，本王想睡觉。哥，本座的凤凰神火熄了。这破凡间，竟然还有拥有一丝上古石梦魔血脉的变异种，难怪能悄无声息地放倒我的卧龙凤雏。滚！这几颗菜是我家用来盖大瓦房的，你这头蠢猪要是敢啃一口，我立刻把你剁成肉酱包饺子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1死，2给我当看门猪。别杀我，我当看门猪，我吃的少干得多，我愿意签合约。既然你长得这么别致，以后就叫你花花吧。你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在这片菜地里巡逻，利用你的幻术天赋，给我把所有图谋不轨的贼全都拦在外面。这花花，这名字也太娘炮了吧！认识一下，这是你们的新同事，看门猪花花。以后晚上花花负责安保，大牛继续翻地，狗蛋负责夜间照明。那死丫头既然能种出1颗，地里肯定还有。只要咱们偷几颗去镇上，你明年去县城秀才打点费就全有了。咱们老叶家的东西凭什么便宜他们2房？哥，你快看，那么大的1颗白菜！金子，全都是金子，发财了！我叶永强是天下首富了！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做发财的梦，那本尊就让全村人都来欣赏一下你们的舞姿。我的大金子，我的亲娘四舅奶奶，这不是老叶家的老大和大郎吗？哎呦，伤风败俗啊，简直是伤风败俗！逆子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下子啊，老叶家这半个月应该没脸出门了。这破新手村终于清静了，爹娘准备干活，咱们家的全修仙计划正式开始。老天爷啊！当家的你快看，我这手是怎么了？怎么跟长了铁签子似的？翠花，你那算啥？你看我连举都没举高，
只是随意的轻轻放下一落。这肯定又是老神仙赐给咱们的仙气啊！吃了昨晚那顿肉，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。爹娘，你们过来一下。老神仙昨晚又托梦给我了。老神仙说了，咱们家现在虽然有了500两银子，但财露了白，难免会被村里的恶霸和山里的野兽盯上。为了保住咱们的家业，老神仙特意传授了我几套极其厉害的强身健体操，让咱们全家一起练。强身健体，广什么操？糖糖你怎么练？妈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练好，绝对不让人抢走咱们家的1文钱。娘，老神仙看您平时切菜喂猪极其辛苦，特意为您量身定制了一套极品刀法，名字叫母猪产后护理刀法。沈特子母猪产后护理，主人您为了忽悠凡人，连魔门的正派绝学都给改名了。魔门祖师爷要是听见，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吧？老神仙连我以前在娘家帮母猪接生过都知道，真是活神仙啊！糖糖，快教娘这套护理刀法怎么使。娘，你听好，这刀法讲究一个快准狠。你现在脑子里什么都别想，就想象大伯他们又来抢咱们的粮食，你要一刀剁了他们的爪子。来，跟着我的呼吸节奏，吸气，气沉丹田，把力气全部集中在刀刃上，然后用力挥出去。敢抢老娘的口粮，老娘剁了你！老天爷啊，糖糖，这是我劈的，我这刀都没碰到竹子，这怎么就断了？娘，这就是母猪产后刀法的厉害之处啊！老神仙说了，这叫隔山打牛的巧劲。你以后每天早晚就对着后山的竹林练挥刀1000下，咱们家修屋顶的竹子就全有了。好，老娘练，有了这巧劲儿，以后谁敢来咱们家撒野，老娘一刀削平了天灵盖！爹，娘去练刀法了，您的力气大，老神仙给您安排了一套特别考验耐心的手艺活，叫竹编手艺人的呼吸法。竹编呼吸法，糖糖，爹这大老粗，只会编个粗床装地瓜顶啥用？爹，你想啊，这呼吸法练好了，您编出来的东西那可是仙家宝贝，以后咱们家就不用愁了。爹，您把腿盘起来，对，就像老僧打坐那样，然后您手里一边编竹筐，嘴里一边按照我说的节奏呼吸，3长1短，2短1长。在呼吸的时候，你要在脑子里想象，你手里的这些竹条全都是活的，你再给它们注入生命。我的个乖乖，极品木系丹灵根！这便宜老头要是放在修仙界，绝对是各大宗门抢破头颅的太上长老苗子啊！主人这是从哪儿捡来的极品一家人？糖糖，神了！这竹编呼吸法太神了！爹感觉现在不仅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连编出的筐都能直接当盆栽卖了。爹这就去给你编一张能开花的竹床。姐姐，老神仙有给小虎教什么操吗？小虎也要变厉害，保护姐姐。小虎，老神仙给你的任务最重要，你要陪家里的这3只小动物玩捉迷藏，只要你能跑过花花，老神仙就会奖励你长高高哦。不对劲，这声音是后山深处的那群野狼，平时他们从不下山，今天这动静，怕是有大批狼群冲着咱们这儿来了。怕什么？老娘刚练了护理丹法，正好拿这群畜生试试刀。足足有上百头体型巨大的妖狼，正双眼通红，顺着鲜萝卜的残留香气，像潮一般朝茅草屋包抄而来。主人，您歇着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狗罢了，也配让您出手？让本座去教他们，什么是百鸟朝凤啊呸！什么是万兽之王的威压！翠花，你快带糖糖和小虎进屋去，把门顶死！放屁！咱们老叶家二房从来没有扔下当家人自己逃命的规矩。老娘今天就是要看看，是这些畜生的牙硬，还是老娘的杀猪刀硬。有这样的父母，这凡间的生活倒也不算太无趣。当家的，他们要扑上来了。爹，用你刚才编的那个竹筐砸他。啥？用竹筐？老天爷啊！老神仙教的竹编呼吸法，竟然还能这么用！我编的竹筐成精了！哎呦，神鸟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快回去！群畜生一口就能把你吞了呀！
老天爷啊！这真的是老神仙派来的神鸟啊！一口仙气就把狼王给收拾了。当家的，以后咱们可得对这鸡、对这神鸟客气点。要是他给咱们也来一口这邪门的火，咱俩就得光着身子见人了。既然都跪了，那就懂点规矩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这群野狼正式被我家收编了。你从天天请教大辉小弟，白天给我极其老实的去巡山，不许任何闲杂人等靠近这座荒山。晚上极其强壮的给我去拉磨盘磨面，跑得快的给我去拉板车运菜。怎么有意见？狗蛋，给他全身做个烤肉除螨套餐。每天把我使我快乐，把这是我老板的最高追求。哦，这破凡间竟然还有修仙者，而且这股杂乱不堪的灵气，分明是冲着我这荒山来的。区区一个炼气4层的散修，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外放灵力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只要占领了这座山头，老道我突破筑基期指日可待呀！凡人都给老道我滚出来！这位道长，您找谁？我们家可没钱买符纸。哼，瞎了你的凡胎狗眼！老道我乃是高高在上的修仙者，岂是那些坑蒙拐骗的江湖神棍能比的？老道我看上了你们这座山头。还有，把你们昨天地里所有成精的仙菜全部交出来作为供奉，否则老道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仙家法术！哪个不要脸的老东西敢抢老娘的山头和银子？真当老娘的杀猪刀是吃素的吗？区凡人也敢跟老道我叫嚣，真是不知所谓！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道我就拿你这无知的蠢妇开刀，杀鸡儆猴！疾风剑出鞘！老天爷呀！这剑会自己飞，翠花小心啊！他是妖怪！老娘剁了你的爪子！母猪产后护理刀法第一式，劈柴式。气化形，你明明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。怎么可能施展出炼气大圆满才有的刀气化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刀气化形？老娘这是母猪产后护理刀法！你个老杂毛，连老娘一刀都接不住，还敢大言不惭的抢我家的银子！赶紧给老娘滚！前辈饶命，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晚辈这就滚，这就滚！当家的，这神仙怎么这么不经打啊？娘，他不是什么真神仙，就是个懂点皮毛的江湖骗子。不过他既然发现了咱们家的山头，肯定还会当手回来。爹娘，你们在家里看好弟弟，我去镇上买点调料，顺便教教那个骗子什么叫真正的规矩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太可怕了！那农妇绝对是个引线的高手，随便一记凡间劈柴的刀法，竟然蕴含着那么纯粹的煞气，一刀就劈断了我的飞剑。那可是我花了整整10块下品灵石，求爷爷告奶奶才换来的本命法器呀！哼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以为毁了老道的飞剑就能安然一世了？老道的师傅可是唐天期来的大能，等我回宗门禀报师傅，这里有一条隐藏的灵脉，到时候师傅定会亲自出手，把你们这群装神弄鬼的家伙全给收拾了。那座山还有那个能催熟灵药的秘密，全都是我黑幕的。原来你上面还有个金丹期的师傅啊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你到底是怎么追上来的？我可是用了神行符的，你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比我还快？神行符，就你贴在腿上那张画的跟鬼画符一样的破黄纸，那速度连我家拉磨的野狗都不如。我警告你，我师傅可是赫赫有名的金丹老祖，你要是敢伤我，我师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全家。金丹老祖，既然你这么喜欢你师傅，那我就留你一条命，回去给你师傅带个路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懂不懂规矩？上门找茬输了，总得留下点精神醒发费吧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修仙界的心理素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炼气期4层，竟然被我1/1000的灵魂威压给吓晕了。既然是修仙者，出门在外总该带点有价值的宝贝吧？让本尊看看你这穷酸道士身上到底有什么好货。哦，储物袋，虽然是最低级的须弥袋，空间大概只有2-3个立方米，但在这凡间也算是个难得的空间法器了。刚好家里买的东西多，爹的竹筐都不够装了，拿回去给娘装买菜的铜板正合适。
就这，极其穷酸的伞竟然能穷到这个令人发指的地步。这3块破石头，我家大牛翻地拉出来的泥巴球都比他们有灵气，治辟谷丹，而且还是极其失败的废丹，里面甚至还掺了过期的黄连和发霉的面粉，真是白白浪费本尊的感情。既然你不嫌弃，那就全赏给你当零食了。吃完把瓶子舔干净，别留下垃圾。总算没白跑一趟，落了个环保购物袋，便宜你了。回去告诉你的金丹师傅，要想报仇，最好多带点极品零食和天才地宝，别像你一样，穷得让人倒胃口。走了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大房那边又带人来闹事儿了？敢来打扰老娘炖鸡，今天来一个我劈一个！二牛啊，救命啊！咱们林家村要完了！村长叔，各位乡亲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村长爷爷，您先别哭。既然他自称山神，那你们可有人看清了他长什么模样？看清了一点。昨晚那黑风刮过的时候，我透过窗户缝瞅了一眼，那是个水桶那么粗，浑身长满黑色大鳞片的怪物，它还会吐黑色的毒物，那毒物沾着花草，花草瞬间就枯死了，太可怕了，那绝对是不可战胜的神明啊！爹娘，村长爷爷，大家不要慌，刚才老神仙已经降下法旨了。糖糖丫头，老神仙怎么说？老神仙愿意下凡收妖吗？老神仙说了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山神，就是一条作恶多端的大长虫。老神仙还说，这条长虫虽然作恶，但它浑身是宝，这是老天爷看咱们林家村日子过得苦，特意送上门的肉食啊！这是妖怪的肉，那怎么行？那怪物水桶粗，一口能吞一头牛，咱们怎么可能吃得了它？老神仙赐的肉，谁敢不吃？既然老神仙发话了，这妖怪我们家接了。爹，别编竹筐了，去后院把咱们家买的最大的那口铁锅扛出来。小虎，拿上你的小碗和小勺子。哎，好嘞。既然老神仙说是送上门的肉，那老娘今天就给来个包皮抽筋。正好家里的野鸡吃腻了，今天咱们全家改善伙食。糖糖，锅准备好了，爹现在的力气，就算是一座山也能给他砸出个窟窿来。全家听令，目标黑风山，出发！今天我们要吃蛇肉火锅。二牛啊，你们真打算就拿这些锅碗瓢盆去对付黑风山的怪物？村长叔，您放1万个心，我家糖糖说了，老神仙保佑，今天这蛇肉咱们吃定了。你们要是胆子大，就跟在后面，等我们把那长虫宰了，分你们一口热汤喝。这是去降妖，还是去野炊？二牛啊，前面那个冒着黑气的山洞，就是那妖怪的老巢了。你们千万要当心啊！要是不敌，赶紧跑，别管锅了。村长叔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翠花，这地方宽敞，正好能把锅架平稳。你把大料准备好，我来搭个灶台。胖，这长虫肉常年不见天日，腥味肯定重。娘今天多放点辣椒，给咱们做个麻辣蛇羹。听娘的，越辣越过瘾。找死！本座要剁了你们！无知的凡人，竟敢打扰本座清修！今天你们全部都要进入本座腹中！哎呦喂，当家的你快看，这长虫虽然长得黑了点，但这身段多肥实啊，全都是腱子肉，这一锅肯定炖不下，剩下的咱们还能拿回家做成腊肉挂起来。翠花说的对，这肉看着就紧实，有嚼头。爹娘，退后，让大牛上。好机会，当家的按住他的头。母猪产后护理刀法第3式剔骨提肉。娘的手法越来越熟练了。大牛松绑，狗蛋把鳞片烤化。爹，准备下锅。
这山神老爷的肉，闻起来怎么比过年炖的猪肉还要香10000倍呀！爹娘，小虎，快吃，趁热吃，这肉里全是精华。太好吃了！这肉入口即化，吞下去感觉肚子里有一团火在烧，浑身舒坦。我修为从炼气级2层飙升到了炼气3层。村长爷爷，各位乡亲，老神仙说了，过来，他说了。这是孙龙全发怒了，这分明是老神仙借着二牛一家的手来给咱们林家村赐福赐寿啊！从今往后，咱们林家村就供奉这位老神仙，供奉二牛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为何本官闻着这股味道，感觉浑身舒畅，连陈年的老胃病都好了大半？快去查，到底是谁在城外烹饪这等绝世美味？本官今日非要尝上一口不可。老爷，不好了，林家村出大事了！那叶家二房不仅杀了一头巨大的黑鳞怪兽，还当众分食。据村民说，那东西就是黑风山的山神。混账东西，什么妖怪？那是本官的私产。来人，点齐县衙所有衙役，带上兵器，随本官去林家村。本官倒要看看那叶家二房有什么胆子，敢私藏神物。好啊，好一个叶二牛，不仅私自捕杀神兽，还敢私藏灵宝，简直是目无王法。本官限你们立刻交出剩下所有的肉块，并赔偿本官惊扰山神的损失费500两，否则今天就把你们一家全部下大牢。赵县令，这肉是大家伙一起吃的，凭什么给你？这山上的怪物分明是你为了霸占灵宝想出来的借口。哼哼，大胆民妇，竟敢顶撞本官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全部抓起来，如有反抗，就地动手。既然你们想看大妖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赵县令，你想吃大妖？现在，你看你，我的家，我的菜地，我养的鸡，我种的萝卜，还有这条山里所有的一草一木，全部都归本尊所有。你要不要再尝尝大妖的威力？滚回去告诉你们背后想找我麻烦的人，这座山以后就是禁地。滚！该给狼群置办些像样的皮甲了。下次若是还有这种不知死活的来找茬，就让他们直接练练阵法。不，那林家村的野丫头不仅毁了徒儿的法器，还抢走了徒儿所有的财物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盘踞着一条野生灵脉，若能夺下那座荒山，师傅定能突破瓶颈，甚至冲进更高的境界呀！好，很好，老夫倒要看看这荒山之上究竟藏着什么妖魔鬼怪。太穷了，真是太穷了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竟敢伤我灵剑宗弟子，还不速速出来受死！完了，这次是真的惹到大神了。翠花，带着孩子快躲进地窖里。我不躲，要死一起死。聒噪！你这小辈，找死！妖怪，全是妖怪呀！全是妖怪呀！就这就是你们灵剑宗的金丹，也没比刚才那个废物强多少啊！前辈饶命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晚辈愿意献上宗门所有底产，只求前辈，求前辈别把我变成光头啊！谁要你的破底蕴？把你身上值钱的法宝交出来，然后滚去后山给大牛翻地3个月，表现好了，本尊再考虑放你走。前辈，
晚辈真不知此处是您的洞府。晚辈若老知如此，就算给晚辈100个胆子，也不敢踏入这荒山半步啊！不知啊！不知道，不知者无罪吗？你刚才那一剑可是冲着要我全家来的。如果你是个凡人，这会儿怕是连骨头渣都被那群狼嚼碎你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处理？饶我，留在这后山帮您挖挑大粪。火晶石、聚气丹，就这？你们灵剑宗的底蕴未免也太寒酸了点吧？就这种垃圾也敢拿出来当筹码，你是在侮辱谁呢？算了，看在你为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弹的份上，给你个机会。你既然想留下来挖矿，那就从挖矿开始吧。后山那边有一处矿坑，正好缺个搬运工。挖矿，晚辈最擅长挖矿，晚辈这就去，一定把矿挖得干干净净。娘，糖糖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不开眼的找死？娘这一刀还没砍爽呢。没什么，就是那群新来的苦力，以后负责帮咱们打理荒山。娘，咱们家里日子只会越来越舒策，也许该准备筹划一下，去那什么灵剑宗串个门了。60年苦修，不如一头猪。终于来了，灵气潮汐，爹的木灵根觉醒，唤醒了地底灵脉。没想到小虎也有这等天赋。筑基，全家都在筑基。爹。娘，现在的你们已经正式踏入了修仙者的门槛。从今天起，别说青石镇，整个修仙界也没人敢轻易动咱们家。当家的糖糖，以后谁再敢来抢菜抢肉，老娘绝不轻饶。对，不轻饶。明天去镇上换丹药功法，顺便去灵剑宗门户。吾乃云霄宗内门长老凌霜，尔等虽为凡人，却能在此地引动天地灵气，可见天赋不凡。本座看你们一家骨骼清奇，特许你们进入我云霄宗，成为内门弟子。还不快快跪下接旨！能入云霄宗，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云霄宗，没听说过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破！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凡人小丫头，竟然能调动天地间的灵气，反震本座的威压。你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我叶家的人不需要任何宗门的施舍。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想要人才，就带着足够的诚意来求我。若是想用强，那就准备好足够的资源来换你们这些内门弟子的命。好，很好。山水有相逢，希望你不要为你今日的狂妄而后悔。糖糖，那可是大宗门的人，咱们这么拒签，以后会不会惹来大麻烦？麻烦？若是他们真敢来，那咱们家的修炼资源就彻底不愁了。不仅不愁，没准咱们还能去那云霄宗收租呢。还是闺女有主意。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安心编竹筐了？不，爹娘，从今天起，不仅要修仙，还要扩大规模。我要把这一整座荒山改造成一个能让天下修仙者都为之颤抖的禁地。万寿印，现！糖糖，这山要飞起来了！怕啥？咱们家有神仙闺女，哪怕是把天捅个窟窿，老娘也陪着。咦？这是何方神圣？
竟能越山飞行。昨日你们来抢人，今日我来收账。云霄宗从今往后并入叶家荒山，你们宗门所有的藏书、丹药、灵矿，全都归我。签还是死？云霄宗愿听差遣。这第一步算是走稳了。糖糖，以后咱们这山就在这儿安家了。那还等啥？把剩下的萝卜全种下，咱们这大宗门以后的伙食就靠老娘这把刀了。走吧，进军修仙界，目标把所有的宗门都变成咱们家的农场。